咱们都知道，中国的海南省刚刚经历了台风的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了1000亿元。仅海南文昌一个地方的损失目前粗略估计就达到了327亿元，这是中共官方的信息。那紧接着呢，中共还是官方的信息，为了缓和海南、广东两省受到的台风灾害，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已经紧急划拨了2个亿的资金，用于海南、广东两省的救灾和灾后重建。那大家想想，2个亿，就算其中1个亿给了海南，1个亿给了广东，那么对于海南这次直接受灾1000亿以上的损失，作为这么牛逼的国家的中央政府就给了1个亿，能干啥自己去想我们能够掏600亿美元给非洲、中非合作，但是呢，受灾这么严重的海南只能给1个亿有人老说，那为什么敢给非洲这么大呀？中非合作，其实呢，对于伟大领袖这傻逼习近平来说，给非洲这么多钱和普京去磕头亲吻古兰经的作用是类似的，大家应该明白没有朋友了有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宪法里的铁哥们儿有1万岁的巴基斯坦都开始向中国收惩罚性关税了，有没有人知道？向中国出口的产品收惩罚性关税了，这是唯一的在宪法里中国的铁哥们儿，逻辑上是最铁的哥们儿，都开始向中国收惩罚性关税了。中国已经是国际上的孤家寡人，没有朋友了。所以呢，只是不一样，普京没有钱，用下跪、用亲吻异教徒的书来证明自己的虔诚和友谊。那不管怎么样，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那么寒酸，所以用掏出600亿美元这种姿态来显现自己跟非洲这些国家和好的样态，因为所有的哥们儿都没了。普京这么干就是因为哥们儿都没了，能拉车臣已经是车臣愿意干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中国这么干也是因为哥们儿都没了。普京跟这个200斤2个人难兄难弟，50步100步都是这样，好吧？这次呢，海南的灾难呢，大概率呢，估计要海南省政府自救了。那海南省政府能自救吗？估计大概海南人民自己自救了。至于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受灾，家破人亡也没有办法。为啥没有办法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海南省，伟大的海南省，这是1988年，88年大家想想就被中共设立为经济特区的大省，40多年前。那2018年呢，伟大的傻逼习近平在海南省经济特区30年成立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将全力支持海南省全岛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一个岛全市，而且对于全世界宣布，党中央要力争在未来的10到15年的时间里，把海南省、海南岛打造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成为第2个香港要超过香港。那这么受重视的一个中国的大省海南省，经过6年，国家每年投资数百亿给予建设，终于截止到2024年的上半年，海南省呢，整个省所有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是多少？491.1亿元。大家记住了海南文昌一个地方受灾，这次的损失就是327亿，整个海南受灾1000亿以上。那么全省的海南财政收入半年491.1亿，但是半年海南省全省的财政的支出1062.8亿元。所以2024年仅仅上半年，海南省的赤字就有571.1亿元，赤字是收入的1.16倍，1.16倍。这是2024年的特色吗？当然不是了。2023年海南全省的所有财政收入总额是900.7066亿元。2023年全省的海南财政收入才900亿元这次台风损失就超过1000亿。而全省2023年的财政支出是多少？2248.9648亿元，赤字是1348.2582亿元，赤字是整个财政收入的1.5倍。再往前全是类似，也就是换句话说，从2018年到2023年6年间，要变身为香港的
中共全力支撑的拨款每年都有数百亿支持的中国海南省，光财政方面的负债的赤字，财政赤字就已经达到将近1万亿元。海南每一年现在为了赤字付出的利息，借款付出的利息可以达到整个省财政收入的1半以上。骂中国这香港真有特色，太有特色了，而且赤字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大家想想就是不管对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傻逼习近平也好，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党组织也好，花了这么大的决心，投入这么多资金，最后打造出来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就是他妈这么一个6年赤字的利息都可以几乎把所有财政收入占掉的一个港。所以这个项目呢，海南和伟大领袖傻逼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同样花费了大决心，和差不多近万亿资金打造的雄安新区一样，都是举世瞩目的世界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大家听明白了吗？这次台风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了海南省全年财政收入的100%以上，就怎么办？那么对于这种情况过去十分慷慨的中央，每年几百亿砸海南的中央，这次只给出了区1亿元，1000亿损失给了1个亿，为啥？那钱都支援非洲了中共现在政府是真的穷穷到这个份上。那你想想，海南是不是也会是中国马上要造反最快的一个地方？那肯定是你想想这次台风后多少人活不下去了，怎么活呀？都到市政府门口自杀去是吗？这种景象历史有过类似的景象。2亿人民币是给海南和广东的，自己有时间好好看一下不要去瞎洗地，听明白了吗？你在我这儿洗不了地。海南广东一个地儿1亿，2个地儿一共2亿元。当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北京的时候，查封了明朝的国库，然后经过认真核查，发现整个明朝这个国家的国库里一共剩余只有白银10万两。但是没钱不行李自成的部队这么多人要养人吃马费就对于所有留在京城没有跑路的官员开始抄家。当时留在京城里的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没钱的有钱的人都跑到南方去了。咱们都知道南明王朝后来还是存留了很长时间的。那么这些没钱的没跑到南方的就这些官员的官邸中，李自成的部队一共查抄了多少白银？整个国库10万两，这些官员的府邸查抄7000万两。北京这么点官员剩余的国库的700倍。那么为什么这些官员宁可看着明王朝因为国库空虚，没有钱发兵饷，没有钱买粮食，缺兵少粮，节节败退，国家都没了，也没有官员愿意把自己贪腐的银子上供给朝廷，帮助朝廷去征兵抵御李自成？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些官员都很明白，按照崇祯的性子，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只要外敌的压力稍微少一点，这么捐赠的官员一定先要被崇祯抓起来杀了，官府会被查抄，官邸会被查抄。因为不管什么级别官员，除了正常俸禄，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拿出来上供给朝廷这你肯定贪腐了，这是大罪。崇祯上位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就明白，哪有官员愿意干呀？哪有所以国库700倍，7000万两白银轻易的就被找出来了。现在的中国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人民币存款这么多，几百万亿搁着，海量各地方贪腐的钱数量一定在数百万亿以上的规模，国内国外的资金一定是几百万亿的规模，没错。
但是绝对没有任何官员会主动把自己的贪腐拿出来上交给中央政府，交给我们伟大领袖傻逼习近平的。因为哪个官员都明白，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不仅不会得到嘉奖，只要中共的国库稍微宽裕，这个习近平一定会对这个官员下手的。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建国到今天，大家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掌握实权的所有中共官员就没有一个人不贪的。如果上天打一个响指说把中共贪腐的官员都能收走，中国共产党现在除了基层工作人员应该就没人了，瞬间这个党从1亿人可能就变2000万了，都收走了。对呀，最基层的人也会消失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不贪腐的。所以大家就能够想一想，就贪腐成这个样子这个党，但是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去救国家，现在就这么穷所以呢，中共执政这个国家来管理中国这个国家，按照海南省的例子，1000个亿的灾害损失以上的就能给1个亿的补贴，从这种中央上面的上层建筑再看看海南省经过中共全党全力打造，历经6年终于变成了一个斥资近万亿的全球最大烂尾工程的这么一个底层基础，从上层到底层其实都能明显彰显出来，中共这个执政党是完全没有能力去领导这个国家继续向前走，完全没有可能带着国家向正向的方向前进的。这很多都是例子嘛，我经常说摆事实讲道理，谁告诉我有用，告诉我哪个省哪个市海南能够做的，不是在中共领导下做的好的，对不吹牛逼不假的。有人说吹牛逼，吹牛逼。你们有机会去海南省财政厅官网看一下2023年海南省全省的财政收入结余总额预算决算总额是不是900.7066亿元，全省的财政支出总额是不是2248.9648亿元，赤字是不是1348.2582亿元。但有没有人想到过，开两会的时候，经过海南省7届人大常委会上报给中央政府合并报表的2023年海南省全省财政收入总额是2058.7亿元，也就是海南省财政厅官网你今天去查到总收入的数字是900.7066亿元，就这么撒谎，就中共为什么不倒就这么一个放在官网的数据，结果上报给的全省财政收入总额是2580.7亿元，能够虚造1倍多的数据。这都是地方政府的部门，一个是人大，一个财政厅差距能1倍以上，你就知道现在中共撒谎，就是各地方政府各种人撒谎撒到了什么程度。